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又大又圆的西瓜，不甜不要钱啊！老板，你这瓜保熟吗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卖生瓜蛋子不成？行，老板给我挑个大的。好嘞，老板。老板您的瓜，老板钱扫过去了。好吃再来。快了，快了，再辛苦1个月，儿子的30万彩礼就能凑齐了，这样小烈就不会被亲家母看不起了。哎，高文胜先生，是我。老板是要买瓜，我这瓜特别甜，先尝后买。高先生，我是君临集团总裁黎林，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的三叔公世界首富高守仁老先生于3日前在国外离世了，您现在是他万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。李总，您搞错了吧？我可没有什么三叔公。高老先生之前做过详细调查，确认您是他唯一的直系血脉继承人。他名下的所有资产，包括君临集团、全球各地上千套房产投资，都由您继承，当然，也包括我。你这个人，我也能继承。现在的骗子可是真下血本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你说你们又是豪车又是美女的，去骗骗有钱人不好吗？快走快走，别耽误我给儿子凑彩礼。高先生，我知道这难以置信，我可以给您时间。这张黑卡是高老先生留给您的，全球仅此一张，无限额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您确认了消息属实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切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呐，大又圆的西瓜，不甜不要钱。老婆，儿子，快来吃西瓜！废物，我们离婚吧！废物，我们离婚吧！你说什么？哼，听不懂吗？我妈说她要和你离婚，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爸了。小烈，从小到大我哪点亏待过你？你要结婚，30万的彩礼，爸没日没夜的在这卖瓜，风吹日晒，就快给你凑齐了，就差最后一点了。你要不认我这个爹，就靠你这破瓜摊剩下的钱，猴年马月才能凑齐。赵叔叔和我妈认识才3个月，就给我买了一辆宝马，而你只会让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。就这辆车，你一辈子都买不起，穷屌丝！你们这10几年来，我起早贪黑挣的所有钱都给了你们娘俩，养活你爸妈，就连你那个好吃懒做的妹妹也是我在养。现在你居然嫌我穷了？就是嫌你穷，怎么了？海峰可是滨海有名的企业家，他能给小烈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前途，能让我住大别墅、开豪车，过真正的上流社会的生活。你呢？除了这个破瓜摊和一身汗臭味儿，你还能给我什么？高文胜，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。你一个臭卖瓜的，一辈子挣的钱也比不上我1年挣的钱。识相点就把字签了，否则老子今天就砸了你这烂摊子。好，就当我瞎了眼。我签，我签。君临集团总裁黎林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不离婚我才会后悔。再也不见，废物。三叔公。三叔公。爸妈，文胜，
生啊，你别怪我们，菲菲也是我们的心头肉，让她跟着你吃苦，我们也心疼。是啊，谁不想过好日子呢？你呀，给不了我们家想要的生活，离了也好。爸妈，跟这个废物有什么好说的？浪费时间。你的垃圾我们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赶快滚蛋！以后这里和你没有1分钱关系。邢珊珊，你有脸说是我高文胜？这个你们现在一口一个的废物在养活你们，现在吸干了我的血就要赶我走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高文胜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谁吸你血？这是你作为女婿应该做的。把钥匙留下，马上滚！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贷款是我在还，凭什么让我滚？要滚也是你们滚！这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姐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房子就是她的，跟你有个屁的关系！没错，不仅如此，以后的贷款你也必须接着还。叫了你10几年的妈，没想到你这么无耻！我呸！我无耻！这贷款合同上签的可是你的名字，你不还贷款谁还？少废话，钥匙交出来，滚蛋！滚蛋！把我家的族谱拿出来，我就给你们钥匙。哼！还惦记这个破族谱？你高家族谱上这些人早就死光了，一堆死人的名字留着我们还嫌晦气。高守仁，我真有这么个三叔公？高守仁，我真有这么个三叔公？你们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看他是卖瓜把脑子都晒傻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，要不是这几年挺能挣钱，我姐能看得上他？撑死胆大，饿死胆小，不如去验证一下这张黑卡是不是真的，大不了被赶出来。站住！我们这可是米其林3星餐厅，不是你这乞丐能来的地方。我不是乞丐，我是来吃饭的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我们这里1杯水都能买你的命，快滚！影响到客人的胃口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你们赶紧走！表姐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表姐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和我表姐吵架被赶出来了？不说这些，我饿了，先点菜吧，你也一起吃点。表姐夫，我还在上班呢，被经理看到就完了。而且这里的菜特别贵，拇指大小的烤红薯都要上百块。有钱人的钱这么好挣？没事儿，我有钱，咱也尝尝看这上百块的烤红薯和咱自己烤的有啥不一样。服务员点餐。看在露露的面子上，让你进来已经是对你的恩赐了，还敢点菜？点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付账。表姐夫，你要想吃就点吧，1两个菜我还是付得起钱的，吃完我结账。点啊，怎么不点？是不是看不懂？没文化也敢来米其林餐厅？这一页我全要了。表姐夫，这太多了，你吃不完的。放心，吃不完打包。还有那瓶酒也给我上一瓶。露露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垃圾亲戚赶出去吧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否则要是经理知道，你就完了。上菜吧，这顿饭我替他结账。经理，你帮他结，把你卖了都结不起。这位先生很有品位嘛。俄罗斯奥塞特拉鲟鱼子酱8800，北海道野海参6800。法式香煎鹅肝
焙黑松露酱2200。A5 级和牛肋眼牛排5600。阿尔巴白松露意面6万。经理，哦，还有1945年份罗曼尼康帝特级园干红葡萄酒，售价888888万。抹去零头，总共97万，凭你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，一辈子都付不起。本以为几千块到头了，没想到这么贵。我要是这么走了，露露以后肯定抬不起头了。经理，菜我们不上了，表姐夫，你还是换家便宜的吃点吧。程露露，你们这一进一出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？这个月工资别想要了。经理，我跟他没关系，菜是我点的，账自然也是我来结。不就是100万吗？上菜！我现在穷的就剩钱了。表姐夫，这可是100万，小丽的30万彩礼都没凑齐，你哪来的100万？你确定？敢在我们家吃霸王餐，还是高达100万的霸王餐，我能让你进去一辈子都出不来。上菜。结账。你个臭要饭的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真的敢吃霸王餐！哼！报警！马上报警！敢耍我，我要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！经理，求求你不要报警，钱我们会想办法还的，给我们点时间。还？这可是100万，就凭你们两个废物，下辈子都还不起。今天你必须进去。经理，3天，就3天，放了我们，3天肯定还钱。经理，你听我们可是君临集团旗下的产业，要是这么轻易放过你们，岂不是以后什么垃圾都敢在君临集团头上撒野？君临集团，黎林不就是君临集团的总裁吗？李总，经理，这可是李总的私人名片，他一个臭乞丐怎么可能有？不会是路上哪里的捡的传销卡片吧？没错，拥有李总私人名片的非富即贵。你要是能打通电话，我就把酒瓶吃了。高先生，您考虑好了？我考虑个屁！你给我的卡根本没用，害我欠了100万，你说怎么办？什么？您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。我在 L 什么什么的米其林餐厅。先别报警，你们李总马上就到。装的倒是挺像。程露露，你不会真觉得他能叫来李总吧？看在你干了挺久的份上，我可以放了你，你被开除了，滚吧。谢谢经理。那我表姐夫，哼，你还想为他求情？他吃霸王餐，还敢假借李总的名声来骗我们，不扒他一层皮，我就枉为李总的下属。你要扒谁的皮？李总，高先生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李总，您真的认识这个臭乞丐？放肆！高先生乃是高守仁老爷子唯一的继承人，现在连君临都是他的。你们几个狗眼看人低的不认识人，难道连至尊黑卡也不认识吗？看来你们的业务能力我要重新评估了。李总饶命啊！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狗眼看人低。君临集团容不下狗眼看人低的人，你们3个被开除了。你不错，这家店以后你来管理。没想到你还真的没骗我，可为什么你给我的卡刷不了呢？怪我没有通知到位，这张卡在君临集团旗下所有产业使用，
包括这家餐厅都享受最高权限待遇，一切消费全额豁免，根本不需要刷卡扣款，POS 机自然不会有反应。你的意思这卡里没钱？怎么会没钱呢？君临集团30%的流动部资金以及老总裁留下的钱，大概有5000亿吧。5000亿！高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我不能被君临封杀。你不用为难，他们几个我来处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接手君临集团。今天没来得及，只能委屈你先坐我的车了。以后你出门肯定有更好的车，这样才符合你的身份。表姐夫居然认识君临集团的董事长，而且他卡里还有5000亿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种废物最多认识桥下的乞丐，怎么可能认识君临总裁？还5000亿！他被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连一双破拖鞋都带走了。露露，你可别被骗了。不是的，他好了，我看你就是上班上傻了，不如赶紧找个老实人嫁了，让他养着你。挂了。笑死人了！露露那丫头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说高文胜那个废物有5000亿，他要是有500块不藏在鞋垫里，我都跟他姓。李总可是云端上的人物，我这种滨海出名的企业家，李总都不会正眼看我，高文胜算什么东西？他给人家舔鞋都不配。君临集团的老董事长高守仁去世后，继承他位置的神秘新董事长终于要露面了。这是我费尽心思才弄到的宝贝，真正的南洋金珠，价值连城。明天我们就带着他去拜访那位新董事长，到时候我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还是你有本事，幸好我已经把高文胜那个废物踹了。张秘书，准备启程去觐见君临的新董事长。要是君临的新总裁能看上我，我陈家说不定能入主滨海。这枚勋章代表着君临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上面的红宝石我换成了芷图瞿蓝，更适合你的气质。从此以后，君临上上下下都是你的，包括李总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什么事？有客人来访。李总，要不您先忙，我让他们等一会儿。我去看看吧。既然接手了君临，我也应该学着做点什么。邢菲菲，怎么是你？你这废物怎么会在君临公司？你们能在这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在？穿的人模狗样，该不会是花光了钱买了这么一身破行头，就想追回我吧？邢菲菲，你也配？你现在已经没资格和我站在一起了。装，再继续装！你以为我是程露露那个傻子那么好骗？你就算穿成皇帝，在我眼里还是个臭卖瓜的废物。跟这种垃圾浪费什么口水？高文胜，这里是君临集团，不是你这个狗东西能进来的地方，趁早滚出去！我现在是君临集团的总裁。总裁，你给林林当狗，林林都不会要你，也敢说自己是总裁？废物！你知不知道林林的代理总裁李总是何等人物？你这种底层蝼蚁也敢染指君临集团？要是李总知道你在这里欺世冒名，冒充新任总裁，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在海峰面前，你也敢撒这么大的话？海峰的人脉遍布滨海，君临集团的高管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要说唯一没见过的，也只有新任董事长。你怎么不说你就是那个继承了老总裁遗产的幸运儿呢？高文胜，我知道你怨恨我抢走了菲菲，但是今天我没工夫陪你玩。一会儿我们就要面见新的世界首富君临真正的董事长。等他选中了我的标书，我赵海峰在君临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你一辈子都赶不上我，滚！该滚的是你们才对，以后滨海就没有你赵海峰这个人了。你一条流浪狗也敢对我这么说话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在滨城连要饭都要不到？打吧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
你能叫来什么人？哼！刘副总，是我赵海峰，麻烦您立刻带保安到会议室来一趟。这里有个疯子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溜了进来，还胆大包当的冒充新任总裁。我建议打断他的腿，撕烂他的嘴，再把他丢出去。高文胜，刘副总的地位仅次于李总，他可是最欣赏海峰了。等他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是吗？那我等着他。让我看看是谁狗胆包天，敢冒充我君临的总裁，活腻了！刘副总，就是他，刘总，就是他，一个臭要饭的，不知道偷了谁的衣服就来冒充总裁，还说要我们滚出君临，狗东西，胆子不小！我君临的总裁你也敢冒充？信不信老子扒了你的皮？刘副总对吧？你不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这枚勋章吗？什么狗屁勋章？现在说的是你冒充君临总裁，少拿地摊上几块钱的垃圾转移话题。没错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集团内部系统里压根儿就没有你高文胜这号人。世界上姓高的有数百万人，你以为你姓高就是老总裁的后人啊？你穷疯了吧你！刘副总，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让他在公司门口跪下道歉，长长记性，让大家知道世界首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冒充的。还等什么？让他跪下！放开我！我要见李岭！就凭你也配见李总？给我跪下认错！创科集团陈总到。万国地产王总，创科集团陈总到。这是君临之药。君临之药？什么君临之药？不就是一枚破勋章吗？你懂个屁！君临之药乃是董事长的象征，持章者即为君临之主。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捣乱，我刚刚怎么会没认出这么重要的东西？难道那个废物真的是君临新任董事长？现在你们还要让我下跪吗？哦，传说中的君临之药，快让我见识见识！哼，什么君临之药？这明明是假的！这可是黎林亲手颁发给我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哼！君临之药乃是用特殊云铁打造而成，坚固无比，怎么会这么轻易断裂？况且君临之药镶嵌的是红宝石，这分明就是假的。我就说高文胜这废物怎么可能是君临董事长？没想到你这废物是有备而来，为了追回我，居然连君临之药都敢造假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既然你们不信，就让黎林亲自来跟你们说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把手机还我！别装了，在场的各位无一不是在槟城乃至全国商界呼风唤雨、跺跺脚、跺皮都要颤三颤的大人物，哪有时间看你这个废物在这演戏？就是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菜市场为了3毛5毛都要和人争论半截的臭卖瓜的，也敢浪费我们的时间？邢菲菲，傍上了赵海峰就瞧不起那3毛5毛了。你知不知道你们一家的开销都是我靠这3毛5毛攒起来的？狗都知道不嫌家穷，你连狗都不如！哼，不装了，终于承认你是卖瓜的了。保安，还等什么？让他跪下磕头认错，然后给我丢出去！真是贱狗！打断他的腿，让我给你们下跪，休想！怎么回事？文胜的电话为何一直打不通？难道出事了？李总放心，在君临高董事长能出什么事儿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
黎林来了。没想到君临新任董事长上位，连柳倾城都来了。他和君临可一直是死对头。是啊，柳氏集团可是仅次于君临的存在。要不是有高老爷子压着柳氏，说不定柳氏早就超过君临集团了。现在高老爷子离世，继承人上位，柳倾城怕是来者不善啊。我看未必，说不定刘总也是来祭见新董事长。刘总，不知道您是来……我可不是来觐见的，我是来让高老爷子的继承人履行承诺的。什么承诺？什么承诺是你这个卖瓜的废物关心的问题吗？只要高老爷子的继承人兑现承诺，我柳氏集团将会一举超过君临，甚至吞并君临，也不无可能。难道说高老爷子去世前答应把君临的股份给柳氏？否则柳氏怎么可能超过君临还吞并君临？还给我！是时候该履行承诺了。君临集团的新任董事长高文胜先生。刘总，您肯定是认错了，他可不是君临的董事长，他就是一个在菜市场卖瓜的泥腿子。是吗？君临制药可是在他手里。刘总，那是假的，不过是这个废物仿造出来骗人的把戏，已经被我们拆穿了，正要把它丢出去，您就来了。仿造？你们知道放眼全世界，敢仿造君临制药的人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知道，胆敢仿造君临制药者，倾家荡产，流落街头，最终尸骨无存。那你们觉得，一个你们口中的泥腿子、废物，有这个胆子和能力来仿造君临制药？刘总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正是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才敢如此行事。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儿后果有这么严重。没错，高文胜，听到了吧？你死定了！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蠢货，是我错了，和蠢货说话就要直白一点，不能指望他们自己领悟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柳倾城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李总，李总来了，你死定了！有本事你在李总面前接着装。李总，这个废物冒充君临董事，还仿造君临之主的信物，请李总制裁他。李总，谁给你的胆子敢骂我的男人？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君临制药坏了。他是李总的男人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一个卖瓜的废物，我都看不上他。李总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来人！从今天开始，刘志豪、赵海峰不再是我君临集团之人，全球任何林林产业不得招待，当然还有你，把他们丢出去。李总饶命啊！柳倾城，你来我君临做什么？当然是找继承人来兑现高老爷子的承诺，你说是吧，继承人先生？只要高老爷子的继承人兑现承诺，我柳氏集团将会一举超过君临，甚至吞并君临，也不无可能。难道说高老爷子去世前答应把君临的股份给柳氏？否则柳氏怎么可能超过君临还吞并君临？黎林待我不薄，我不能让君临被吞并，大不了不继承遗产了。刘总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继承人，这一切不过是我为了耍赵海峰等人才这么说的。他果然是骗人的！谁给他的胆子？难道他不怕死？还不明显吗？那个废物是黎林那个贱人的姘头，有恃无恐。我们找个机会投奔柳氏，只要柳氏吞并了君临，今天的羞辱我要他百倍偿还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因为我没有管理好下属，文胜生气了，又不想继承了？文胜，你不要放弃继承，你听我解释。刘总，我不是继承人，所以我无法兑现高老爷子对你的承诺，把君临的股份分给你。刘总，还是等找到真正的继承人再说吧。股份？什么股份？高老爷子何时答应过要把股份给他？高先生还真是性情中人，为了黎林甘愿放弃1000亿资产，可我也从没说过要君临的股份啊。不是你说要吞并君临？没错，不过其实是高老爷子答应我，让他的继承人做我的男人，是为首副继承人成了我的男人，坐拥上千亿资金和无数资产，我又何愁不能吞并君临呢？这，柳倾城，你要跟我抢男人？怎么能是抢？这叫公平竞争。
高先生，我陈美玲，你也想和我们争？不是说公平竞争吗？我出去转转，你们聊。那两个跳梁小鸟敢在高先生面前蹦跶，就是因为天下不知道高先生首副继承人的身份。要不我们先以此事为重。我的临江1号即将开盘，到时候会宴请全滨海的名流，正好让他们认识一下高先生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表姐夫，谢谢你让我成为经理。喏，这个小区就是即将开盘的临江1号，滨城最有格调的。我已经和他离婚了，不用叫我表姐夫。海峰，你看这套380平超大阳台，正对江心公园，这才配得上我们的身份嘛！就买这套好不好？只要你喜欢我就买，全款。真是冤家路窄。高文胜，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！露露，你为什么会和这个废物在一起？快过来！表姐，文胜哥不是废物，我能成为经理还是文胜哥的原因。哟，文胜哥叫得好亲切啊！高文胜，你这个废物只会吃软饭吗？表妹，我劝你离这个泥腿子远点，小心他有传染病。赶紧过来！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文胜哥可是首副继承人，和李总关系莫逆，我们得罪不起的。哼，什么首副继承人？你被他骗了。我们可是亲耳听到他自己承认是在骗人。能不能带我们去 VIP 室？这里太吵了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表姐，邢菲菲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。你一个泥腿子，居然敢让我们难堪！这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文胜哥，你没事吧？咎由自取，还把自己当首副继承人呢？你不过就是黎林那个贱人的姘头罢了。黎林可是君临总裁，你们敢骂他，不怕吃不了兜着走？怕？以前或许我们会怕，但是现在海峰已经搭上了刘总的关系，等刘总吞并了君临，黎林算个屁！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会顺势攀上首副继承人的大腿，到时候你和黎林在我们眼里连蝼蚁都不如，我们为何要怕？不得不说，你们两个蠢到家了，你们这辈子都攀不上首副继承人的大腿。哼，这里可是刘总的产业，你身为员工，难道要带着刘总死对头的姘某去 VIP 室？有何不可？我是来买房的，那我就是顾客。你买个屁！现在这个时候，刘总一定找到了继承人，君临怕是已经姓柳了。黎林都没钱了，你更不可能有钱，还买房买狗窝去吧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赶出去！露露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了，把他们一起赶出去。谁说我没钱？这栋楼王我要了。这是那张有5000亿的黑卡，5000亿？什么5000亿？我看有5块钱都算他有钱。我说高文胜，你不会拿了一张骑士卡出来装逼吧？有没有钱，刷了不就知道了。先生，您确定要买我们的楼王吗？那是滨城最高端的小区，楼王那可是1个亿啊！当然，全款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什么？刘总要给继承人准备晚宴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看来刘总已经拿下了君临的股份，要给继承人准备庆祝晚宴。我们好好准备准备，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就看今晚了。废物，老娘没工夫陪你玩了。过了今晚，你就和黎林那个贱人一起去住狗洞吧。1个亿，刷出来了！露露，别说我没劝过你，离那个废物远点。表姐刚刚……算了，今晚我会让他们母子彻底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。高先生，您露水源的房贷逾期3天了，请您尽快还款。恶意拖欠贷款，我们会进行全买抵通报。他们还真的想让我还贷款，厚颜无耻。虽然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些只是9牛1毛，但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王总，豪华别墅10栋，各色宝石上百颗，各种限定礼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虽说这些东西在高先生眼中不值一提，但代表的是我们的心意。不知道陈总打算送点什么？
我就是送给高先生最好的礼物，包括我所有的一切。陈总，你好歹也是滨城美妆行业的龙头，何必做到如此地步？你懂什么？君临之所以能富压群商，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销售渠道。我的产业受制于销售区域，一直无法更上一层楼，所以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，不计任何代价。你还真是疯狂！不行，我不能被比下去。你现在就把东西给高先生送去，作为第一个送礼的，高先生肯定能记住我，一定要亲自送到高先生手里，记住没有？要是穿着这些破衣服去宴会，岂不是丢人丢大发？姐，不如让姐夫给咱买点新衣服吧。海峰刚给我买了大房子，怎么好让他再买衣服？妈，高文胜手里不还有几十万吗？那钱本来就是给我准备的彩礼钱，不如要过来给大家买衣服啊！烈烈说的对呀，那钱本来就是我们的，应该要回来。正想去找你，没想到你主动来了。邢菲菲，你干什么？少废话！存折呢？那是我儿子的彩礼钱，拿出来。彩礼钱？邢菲菲，离婚协议签了，你儿子也亲口说我不是他爸，那笔钱跟你们邢家还有你那个宝贝儿子还有什么关系？高文胜，没良心的白眼狼！菲菲跟了你那么多年，给你生了儿子，要点彩礼钱怎么了？那本来就是你应该给的，赶紧交出来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就是一个臭卖瓜的，攒那么点臭钱藏着掖着干嘛？赶紧拿出来孝敬我们，说不定我们心情好，今晚可以带你去见见世面。虽然我不认你了，但那钱本来就是给我结婚用的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的钱不给我能给谁？快给我！今天不交出钱，你别想走了。今天你们休想我从这儿拿到一分钱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要签了这份合同，以后这套房子的贷款我一分不还。是什么？怎么装了这么久，有钱人不装了？连区区100万的贷款都承担不起，你也配当有钱人？想让我们还贷款，不可能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新姐夫给我们买了300平的大房子，这破房子我们不稀罕，等我们搬走就一把火烧了这儿，让你债务缠身，还无家可归。收起你的无知，恶意纵火可是犯法的。这房子我也不稀罕，我只是不想你们从我身上再占到一丝便宜。没打扰吧？这是王总让我来送一点小心意给高先生，并且嘱咐我一定要亲手送到高先生面前。这帮吸血鬼看到这些东西，肯定又要抢夺。高先生好像不太高兴了，难道打扰到他了？不管了，你送到了，先走为妙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怎么可能？王总怎么会给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谁说是送给他的？这礼物明明是送给咱们的啊！肯定是爸让王总送来的。你们看，这不正是妈和小姨需要的礼服吗？还真是，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海峰搭上了刘总的关系，亲自邀请我们参加晚宴，这是他专门送给我们的。没想到我们会被亲自邀请，这，我们要发达了！这才是我的好女婿啊！不像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卖瓜饭。难道高先生是指我吗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你，难不成还能是高文胜那个废物？看到了吗？这可是首富继承人让人给我们送来的，你那几10万，老娘不稀罕了，快滚！爸，这群吸血鬼简直不可理喻，等今晚过后吃了我的，都让你们给吐出来！这也太豪华了，这地毯比我们家床还软。哪来的几个土包子？嘘，小点声。听说这几位都是被君临的新董事长亲自邀请来的。我们可是贵宾，身份尊贵，拿出点样子来。还是跟着海峰有前途啊！要是菲菲没和高文顺离婚，我们哪能搭上继承人的大腿，参加这么豪华的宴会呀？那是，那个废物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要饭呢。要饭？过了今晚，要饭的就是你们了。高文胜，你居然敢来这儿！这宴会是为我举办的，我为什么不敢来？笑话！这是为继承人举办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臭卖瓜的，站在这里简直脏了地毯！废物！我劝你快滚，弄脏了地毯，卖了你都赔不起。保安，保安呢？还不赶快把这个混进来的垃圾丢出去！我警告你，要是惹得今晚的大人物不开心，影响了我们一家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柳青城，这就是你精心准备的宴会，怎么放了一群垃圾进来？够了，你还真装上瘾了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亲爱的，我们一起把它丢出去。住手！
助理，您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可是刘总为首副继承人举办的宴会，谁敢闹事？任助理，这个人就是个卖瓜贩，不知道怎么混了进来，还大言不惭质问刘总。这位先生，你有邀请函吗？我确实没有邀请函，不过我也不需要那东西。任助理，您听到了吧？他没有邀请函，就是混进来的，快把他丢出去！说不定是从狗洞里钻进来的。高丽，我可是你的生身父亲，你竟然骂我是一条狗！这人失心疯了吧？竟然辱骂自己的亲爹是一条狗，那他自己是什么？你们懂什么？我妈早就和这个臭卖瓜的离婚了，现在我爹是大企业家赵海峰。我不管你们一家子是什么关系，既然没有邀请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！你是柳倾城的助理，难道他就没告诉过你，这宴会是为谁办的吗？放肆！刘总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。确实不知道高先生的真名，但不可能是你这种人。如果我说这次宴会就是为我高文胜办的呢？真不要脸！君临的新任董事长会像你这么穷酸？为你办的，也不怕牛皮吹破炸到自己。真正的高先生现在正和刘总在一起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可是刘总亲口说的。文胜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电话也打不通。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，所以他不来了？今天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形象很重要。我为他准备了高定西服，等他来了就亲手为他换上。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宾客交代吧。文胜是首副继承人，要是让大家知道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迟到，以后大家会低看他一分，说不定背地里都会嘲笑他是个暴发户。宴会又不是我办的，交代也是你交代。你，刘总，除了王总和陈总，宾客差不多都齐了，宴会什么时候开始？高先生和我还有大事要谈，时机合适，我们自然会过去。听到了吗？任助理说了，真正的继承人正和刘总在一起，你这个冒牌货，撑不下去了吧？高先生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送您的礼物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喏，不是在那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送给高先生的东西，你们也配拿？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个废物真的是首副继承人？王总，他如果现在就揭穿高先生的身份，那我肯定竞争不过黎林和柳倾城，不如先隐瞒下来，直接带走高先生，等我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王总，他真的是首副继承人？当然不是。陈美林，你搞什么？高先生，我知道您受尽他们侮辱，现在就揭露身份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不如再让他们得意一会儿，等李总和其他宾客到了，再公布您的身份，这样他们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。惹谁都不能惹女人啊！很好，接下来只要找准时机，乘着黎林和柳倾城来之前知所高先生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看看，误会了，我认错人了。哼，我就知道这种废物不可能是继承人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个卖瓜的还妄想混入上流社会。喏，赏你的，跟你那破瓜摊上的东西挺配，捡起来吃啊！废物，接都接不住，就应该去要饭。任助理，王总、陈总都在这里，你还想继续演下去？对于这种不知廉耻、屡次三番捣乱的垃圾，是不是该彻底清出去了，免得脏了李总和高总的眼？闹剧该结束了，快滚！你看到了，某些人从根子上就烂的，甚至不带一点脑子。行了，你们退下吧，我来处理。陈总，对付这种垃圾，我建议直接把他们的衣服扒了，扔到大街上去，让全滨城的人都看看这赖皮狗的真面目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出来招摇撞骗。闭嘴！我怎么做，轮不到你们来指指点点。高先生，喝杯酒消消气，我先带您去贵宾室休息，等宾客齐了再过来。现在你是我的了，我就不信喝了春药还能抵挡住我的诱惑。该死的，为什么他们来的这么快？陈美林，你要带高先生去哪儿？刘总，
您来的正好，这个废物冒充继承人被当众拆穿，陈总正要把这个垃圾清理出去呢，免得脏了您和继承人的地方。哦，是吗？陈美琳，你难道不知道文胜的真实身份？谁给你的胆子清理他？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想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不就是绕过我们，独占高先生吗？刘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高文胜活了半辈子，一事无成，废物一个，您不会看上他了吧？是啊，刘总，您看看他一身地摊货，衣服上再破几个洞，那简直比乞丐还乞丐。你们定义一个人就是靠他的穿着打扮吗？既然如此，各位，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君临集团新任董事长，首富高守仁老先生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庞大商业帝国的执掌者。今晚这场宴会真正的主角高文胜先生。李总、刘总，你们是在开玩笑吧？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首富继承人？是啊，况且刘总，您不是说吞并君临吗？怎么这节骨眼上您就别开玩笑了？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呢。是啊，不过前提是高先生娶我为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都被高文胜骗了。高文胜入赘我们邢家这么多年，从没听说他有这么个首富亲戚。对啊，他整天除了赚钱就是赚钱，连社交的时间都没有。这高文胜就是个臭卖瓜的。原来文胜之前吃了这么多苦，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邢家人不可饶恕。这是高先生的继承公证书，需要我念给你们听吗？这是股权变更文件，现在不仅是君临集团，就连我柳氏也都是高先生的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是股权变更文件，现在不仅是君临集团，就连我柳氏也都是高先生的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爸，我错了，这是我亲爹，我是君临集团的少爷。爸，是我不孝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现在知道叫爸了，当初是谁说要打断我的腿？没有你这个白眼狼儿子。我进回去，我看走妈，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啊！哦，对了，我收过拿了我的东西，你们都要给我还回来，把他们的衣服都给我扒了。你没事吧？只是头有点晕，身上有点热。好烫，不对，不像是发烧的症状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说，不然明天你的美妆城就会在滨海消失。这是楼上的房卡，我只是给他下了点药，这样他就只能娶我了。你无耻！作为滨城的商界名流，竟然做出这么恬不知耻的事情！快带我离开这里，我要撑不住了。你们快出去，我能坚持。文胜，医生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再坚持会儿，我在外面候着。李总，你真叫医生了？你们快出去，我能坚持。文胜，医生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再坚持会儿，我在外面候着。李总，你真叫医生了？不会是在登高先生坚持不住吧？这就不关刘总您的事了，我还有君临集团的公事和董事长商议，还请您出去。不行，高老临终前说过，希望君临和柳氏集团合作共赢，我得保证高先生的安全。你当年爸妈因为车祸意外去世，要是爸妈在天之灵看到我有了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也会替我高兴的吧？可惜和他们唯一的合照10几年前丢失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效果这么猛？文胜，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李总，这种小事儿还是交给我吧。这是幻觉吗？可恶，没想到那个土鳖真的成了君临集团的董事长，滨海恐怕没我们容身之地了。妈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，你快找我爸复合吧，说不定他心里还有你呢。高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因为你们母子才沦落到这个地步。高文胜说的没错，你还真是一个白眼狼。你们甘心如此吗？你是谁？一个能帮你们的人。
到底是谁？为何要帮我们？因为我才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。什么？那高文胜？他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废物罢了。只要你们替我办事，我保证让你们重新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信了。要我们做什么？只要能把高文胜拉下马，你尽管说。这里有500万，去收集高文胜的肥料，没有肥料就主动制造肥料，越多越好。就这么简单？高文胜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他边上现在可是有不少军师。就这么简单。等你们准备好，我会亲自下手，到时候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去办。别让我失望。放心，这次一定要让那个废物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们在这种敏感时期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我可不想被你们连累。任助理，别这么绝情嘛！我们想跟你聊一件大事儿，非你不可。我跟你们这家人没什么好聊的，以后不要联系我了。任宗庆，你现在倒是装起清高来了。你当初可是收了我上百万的礼物，答应为我们攀上柳青城的关系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仅骗了我们，那上百万的礼物也被你私吞了吧？你说，要是被柳青城知道你和我们有这种利益关系，他会怎么处理你呢？废话少说，你们想怎样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帮我们一个小忙，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烂在肚子里，并且还能给你一笔钱，跟高文胜有关。你们还敢惹他？怎么，任助理害怕了？高文胜如今在滨海的地位如日中天，谁敢得罪他，就是和君临还有柳氏集团作对。放心，我们不过是花大钱办小事。你有没有办法让高文胜那个暴发户出现惊天的丑闻？他现在可是首富，只要不犯法，钱砸下去，干什么都会被平息的。那可不一定，只要他违反公序良俗，我们再大肆宣传，定能让他名声受损。哼，然后呢？有何用？以君临和柳氏集团的公关能力，平复这些事情最多花1天。少废话，我们自有妙用。既然你没办法，那就按我们的办法来。你只要告诉我们，柳青城和黎林那2个贱人最重视、最想要的是什么就够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这个简单。文胜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当然舒服了，我们2个昨晚可是折腾了1晚上呢。昨晚没发生什么吧？你们这是……你不记得了？昨晚我可是帮你弄的。等等，别说了，这下糟了。用小年轻的话讲，现在岂不是修罗场？我该怎么办？柳青城，你装什么？有你这么邀功的吗？昨晚明明是我照顾文胜的，明明是我比较辛苦，是我整整1个晚上都在给文胜用湿毛巾降温，手到现在还酸着呢。停！你们能不能……打扰了，高先生。高先生，拍卖会发来了邀请函，邀请您和刘总、李总参加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动身。文胜，你什么时候对拍卖感兴趣了？该不会是想躲着我们吧？怎么会？你们也知道，我现在虽然执掌着这么大的企业，但其实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就是单纯去见识见识。谅你也不敢。柳氏集团还有事需要处理，李总可要帮我看着高先生，不要在外面沾花惹草。高先生，再会哦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首富大人吗？你们2个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怎么，拍卖会是你家开的？别以为成了首富就能怎么样，顶多是个大点的暴发户。暴发户可是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再次一无所有的，是吗？你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大、愚蠢。等拍卖结束，我有的是时间收拾你们。你高文胜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今天之后，你依旧是那个被我踩脚下的穷鬼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当你失去一切，是怎么被黎林和柳青城像垃圾一样丢掉的？高文胜，你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力了，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吧。赵海峰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说话？不好意思，李总，我这人嘴巴把不住梗，多有得罪。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第一件拍品是有人委托寄拍的一个金丝楠木盒，
起拍价50万。什么破盒子也值50万？就算是金丝楠木材质的，价值也相差甚远啊！就是，这种垃圾也拿出来拍卖，这拍卖会是越来越没含金量了。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其貌不扬的盒子，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前不久我把它弄丢了，没想到会出现在这儿。那个盒子很值钱，里面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盒子，是我父亲亲手刻的。当时家里条件一般，父亲存了很久的钱才买来一节金丝楠木，寓意他们的感情像金丝楠木一样长长久久、永恒不变。里面也只有一张照片，不值钱，但对我很重要。奇怪，为什么黎林的私人物品会被拿来拍卖？起拍价还设置为50万，到底是谁干的？高大首富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难不成认识这个盒子？放心，我帮你拍下它。100万！赵海峰，你故意的！李总，您这可是误会我了，只是我家客厅里缺个小摆件，看这个盒子工艺不错，想买来当个装饰品。故意的又如何？怎么，这里规定我们不能喊价了？就是，谁让你们说话声音那么大，被我们听到了？算了，本就不值钱，不用浪费钱。那怎么行？这盒子可是你母亲留给你唯一的东西，放心交给我。150万，200万，刘总你继续跟。这赵海峰疯了吧？明显就是针对高先生。听说他被高先生收拾得挺惨，都破产了，哪来的200万？不会是恶意抬价吧？真是小人行径！你是不是忘了我现在有多少身家？500万，赵海峰，我警告你，恶意抬价付不出钱来，你可以是要去蹲局子的。501万，你们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怎么，区区这么点钱而已，首付不会掏不出来吧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？1000万，都疯了吧？这样一个破木盒竟然竞价到了1000万！有钱人的世界，我们真的无法理解。1100万，千万要跟，千万要跟啊！只要你跟，我就放弃。反正那破盒子只是我们找人从黎林保险柜里偷来的，赚了这么多，可以满足了。加吧加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舍得为黎林这个骚狐狸花多少钱。文胜，别再加了，终究只是一个旧物罢了。你的钱是用来做大事的。1亿。文胜，你太冲动了，不值当的。那可是伯母的遗物，多少钱都值。1亿一次，不愧是首富啊，出手就是阔绰。为了讨女人欢心，花1个亿买一个破盒子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少废话，赵海峰，你还要跟吗？既然你是为了讨李总欢心，那我当然要成人之美喽。我放弃。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高先生！老天爷，1亿，就为了这个？这盒子里难道装的是传国玉玺不成？你懂个屁！高先生一掷千金为红颜，这是专属于首富的浪漫。第2件拍品同样是有人匿名委托我们寄拍，是一枚发卡，起拍价5块。你们拍卖行怎么回事？什么垃圾都拿来拍吗？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先是一个破盒子，又是一个破发卡，现在演都不演了是吗？当我们冤大头？你们不懂可不要乱说话。这可是柳氏集团掌权人柳倾城柳总小时候的发夹，是他父亲在他6岁生日时送给他的，意义非凡呐！哼，看我们干什么？堂堂首富难道是个南宁？真下头！你们2个到底什么意思？从哪儿得到的这些东西？你别管这东西是哪儿来的，本来想拍下来拿回去给我家狗带，没想到对刘总这么重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人之美，不拍了。高文胜，女人是嫉妒心最强。你给黎林花了1个亿，如果只给柳倾城花区区5块钱，不用我们，柳倾城自会因为嫉妒找你麻烦。怎么，我们的首富刚刚可是花了1个亿，现在不会连5块钱都舍不得？赵海峰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刘总可是你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呀，我想首富大人不会厚此薄彼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毕竟李总才是咱们首富的天使投资人，柳倾城不过是后面才凑上来的。
想必还是李总更重要。别被他们激将了，倾城不是那种小气的人。君临和柳氏集团的合作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尽管我相信倾城的为人，但是我不会同意。这次出价将会买来柳氏集团永久的友谊。邢菲菲，你们太小看我，也太小看君临了。如果说钱能解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问题，那么这就意味着现在的我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。1个亿！我的天，他刚才说什么？又是1个亿！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为了一个5块钱的发纱出1个亿，我是不是幻听了？这比刚才那个盒子还厉害。虽然是首付，但这么花钱简直就是个傻子啊！居然没上当，不过无所谓，不影响我们后续的计划。都说你一掷千金为红颜，只是没想到你的红颜这么多呢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人家可是首富，女人多很正常，就是传出去影响不好。不过刚刚首富可是说了，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，他有什么好怕的？不管你们想耍什么花戏，我都接着。别上钩了。高先生，我是滨城商报的记者，希望有一些问题您能正面回应。我们接到爆料说您私生活混乱，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您刚继承遗产就花2个亿为2个女人买东西，是不是太过铺张浪费了？请问您是在同时追求2位女强人吗？这是不是道德败坏？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首富继承人，有钱了就脚踩2只船。还跟2女共处一室，违反社会良俗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造谣？你们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这种私密照还能有假？造谣？你们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这种私密照还能有假？天啊，这照片是真的吗？也太刺激了！这照片是……怎么敢做不敢认？文胜，这是昨晚，他们怎么会有照片？难道……高文胜，你的敌人可不只是我。陈美丽那晚安排了人在房间装了针孔摄像头，本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再用视频坐实，没想到便宜了柳倾城和黎明这2个贱人。现在他把这视频给我了。终于找到了。怎么回事？明明想要和2个女人共处一室，他居然什么都没干。不重要，只需要有一张照片就够了。高文胜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重要，只需要有一张照片就够了。高文胜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看看这个废物，他配继承首富的遗产吗？一个卖瓜的穷鬼成了首富，居然如此行事！就是，这种社会败类如何带领滨海商界？只会让滨海以他为耻。一个下九流的底层，一朝得势成了首富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堕落！呸！道德败坏！邢小姐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！居然干出这种龌龊下流、违反公序广俗的事情，我呸！这种毫无底蕴、毫无教养的社会渣汁败类，靠着运气爬上高位就原形毕露，根本不配待在这里，就该继续卖他的烂西瓜！都给我闭嘴！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承认我喜欢高先生，但绝对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更没有发生出格的事情。文胜为人正直，倒是你，邢菲菲，婚内出轨，爬上赵海峰的床，伙同儿子逼迫文胜离婚，甚至离婚之后还要求帮你们一家子吸血鬼还贷款，你才是社会败类！你们听到了？现在铁证如山，这对奸夫淫妇还不承认，非但不承认，还倒打一耙污蔑我。这种人根本不配继承高老先生的遗产。
文胜是高老爷子唯一的亲人，他不配，那世界上有谁能继承遗产？谁说没人？你是谁？我才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。什么？真正的继承人？哼，藏头露尾。文胜，我藏头露尾可全是因为你。哥，怎么，20年不见你就忘了我这个亲哥哥了？哥，你还活着？怎么，我没死，让你失望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既然你活着，20多年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不回来看爸妈最后一眼？你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找你为什么要来找你？当年爸妈为了给你治病，把我卖给了别人，凭什么为了你的命就让我去一个陌生的家庭？你是他们的儿子，我就不是了吗？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爸妈和我说你是离家出走的，还真是善意的谎言。不过无所谓，在那之后我就发誓我和你们再无任何关系。再说我过得很好，为何要找你这个卖了一辈子瓜的废物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为何又出现了？明知故问，所以你回来是为了钱，为了三叔公的遗产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为何又出现了？明知故问，所以你回来是为了钱，为了三叔公的遗产。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没有我，他们就没钱给你治病。三叔公的遗产难道不应该给我吗？就是，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！何况高文渊先生才是长子，这遗产就应该给他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还有脸继承遗产吗？你看看你干的事儿，简直把高家的脸都丢完了。真是难为你们动脑子设局陷害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，话不要乱说。早就知道你们背后有人，于是将计就计，调出你们背后的人。只是没想到，居然是我的亲哥哥。你都猜到了？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卖瓜饭，怎么可能有这脑子？从拍卖会上的2件拍品开始，我就大概明白了你们想做什么。知道了又如何？难道照片也是假的不成？照片的事情你解决不了，高文渊先生就比你更有资格继承遗产。我劝你还是赶紧交出遗产，说不定文渊先生还能给你留口汤。有时候，部分真相远比谣言要来的可怕。没错，陈美玲早就全都招了，她已经承认私自在房内装了针孔摄像头，并且指证你们断章取义、污蔑造谣。你们2个自以为是的东西，真以为我们是酒囊饭袋？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诈我们！陈美玲人呢？我们要见她。放心，你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证据都已经收集好了，我也不想和你们废话了。有什么话去和我的律师还有警察说吧。看来你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有点脑子，可惜仍然改变不了结局。看来你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有点脑子，可惜仍然改变不了结局。就算你是文胜的亲哥哥又如何？高老先生已经立了遗嘱，他的财产你休想得到。遗嘱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三叔公的遗嘱上写的是由他唯一的亲人继承遗产，可高文胜这个废物并不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所以这份遗嘱根本无效。够了，我承认，当初是父母亏待了你，我愿意把遗产的1半分给你。没想到你这么大方，那可是上千亿，就这么把1半分给我了。文胜，我只希望你拿了遗产，不要再怨恨爸妈。我相信他们去世时是带着悔恨的，让他们安息吧。1半，可惜我要的是全部。高文渊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哟，现在连一声哥都不愿意叫了吗？得寸进尺，我说过，这是你们欠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公平竞争，设立考验，谁通过谁继承遗产，如何？好啊，那我就陪你这个废物好好玩玩。正好记者在这，就让记者好好宣传宣传，到时候看看到底是支持你的人多还是支持我的人多。哼。你和高文渊的比试规则出来了。这次比试，你们2人要在全世界的见证下，看看谁能完成最多的原始资金积累，最后由大家投票选择谁能成为继承人。不过什么？你们不能使用任何高老先生的遗泽作为助力，要用自己的钱。也就是说，我和柳倾城都不能帮你。这一定是高文渊搞的鬼。他这些年开了一家公司，虽然没什么大的成就，但几百万是有的。这不摆明了欺负你吗？没关系，我有钱。你有钱？这里还有25万。这本是我为了高烈存的，一直没动，现在要用到了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又大又圆的西瓜，不甜不要钱啊！我看啊，他不会真的想靠卖瓜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吧？这不是开玩笑，他输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卖瓜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卖瓜。不是说你不能帮我吗？我是不能动用集团的能力帮你，可也没说我本人不能帮你啊。卖瓜很辛苦的。我不怕。哟，我说弟弟啊，你不会就想靠卖这破瓜来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吧？是又如何？果然啊，臭屌丝就是臭屌丝，没有了遗产，屁都不是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是看谁积累的原始资金多来决胜负的？你不会以为靠卖瓜就能赢过我吧？他就是个废物，除了卖瓜什么都不会，卖了几10年的瓜，连30万都凑不齐。我看你还是趁早把遗产让出来吧。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知道当了几天首富后，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？是眼界。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是眼界。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不还是一个臭卖瓜的？说什么认知眼界？怎么，你现在的瓜是金瓜？明明是傻瓜。这些瓜是我起早贪黑从批发市场精心挑来的，每一个都灌注了我的心血。那又如何？你的心血值个屁的钱！你们3个很闲吗？别忘了，你们也要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。本来呢，我还很担心，但是现在嘛，我觉得我已经赢了。就凭他，我再给他30年，他都超不过我现在的资金。就你这堆破瓜，全卖了能值几个钱？还不够高总一顿饭钱的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别挣扎了。财富的积累固然重要，但懂得尊重每一份付出，理解最基础的市场，才是掌舵者的根基。卖瓜就卖瓜，扯什么大道理？故弄玄虚。卖瓜就卖瓜，扯什么大道理？故弄玄虚。各位，有想品尝的，可以来瓜摊试吃。给我来一个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。给我也来一个，我也要，别急，大家可以先试吃。甜，真甜，沙瓤的，汁水足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瓜。给我来2个，不，3个。今天买瓜还送一把扇子，我要2个，送扇子，给我闺女拿一个。哼，可笑！就算你这些瓜全卖了，又能卖几个钱？卖瓜确实赚不了几个钱，可是谁说我是想赚钱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的是口碑。卖瓜确实赚不了几个钱，可是谁说我是想赚钱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的是口碑。口碑？哼，赵海峰，把他的瓜全部买下来，别人买不到，我看他怎么积攒口碑。我操，超能力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有钱了不起啊？你全买了，我们吃什么？你确定？怎么不敢卖？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，让你今天也赚一笔，够你乐呵好几天了。好，顾客就是上帝。李林，收摊，给钱。哦，对了，这么多瓜你要怎么带回去呢？提前说好，你买的是瓜，我这3轮车可不能给你。你以为就你会赚口碑？这破瓜谁要带走？哦，对了，这么多瓜你要怎么带回去呢？提前说好，你买的是瓜，我这3轮车可不能给你。各位，这些瓜我高文渊请客，随便吃，随便拿。怎么样？现在你的瓜为我做了嫁衣，难受吗？你要不要听听他们的？这瓜太好吃了，这瓜太好吃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高文胜以后还卖不卖瓜了。他要是不卖了，我们岂不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瓜了？一帮刁民！高文胜，现在才刚开始，我们走着瞧。谁敢报警，我就杀了他！想让他们活命，1000万一个人，拿钱来赎。今晚他不到钱，我就撕票。谁敢报警，我就杀了他！想让他们活命，1000万一个人，拿钱来赎。今晚他不到钱，我就撕票。绑架！报警！快报警啊！不行，干嘛
可是说了，这谁报警就杀谁，我可不想惹麻烦。各位别慌，我不求你们报警，只求你能留下，提供点线索。什么？你说倾城也被绑匪抓了？晦气！高文渊，你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当然是准备积累原始资金。别忘了，我们的比试还没结束。站住！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冷漠。怎么？你想救他们？那你去救好了。黎林和柳倾城是你的姘头，不是我的。邢菲菲和赵海峰对我而言不过是工具，我没有义务救他们。黎林和柳倾城是你的姘头，不是我的。邢菲菲和赵海峰对我而言不过是工具，我没有义务救他们。高文渊，你不是人！你个废物敢打我，那是3条人命。在你眼里，人命没有遗产重要是吗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遗产给了你才是最大的祸害。你想救人，你拿什么去救？你没听到绑匪说每个人要1000万吗？4个人就4000万。你这个废物现在连30万都拿不出来，拿得出4000万？我知道你有，我是有，可我凭什么救他们？你别说4000万，1分我都不想给。给了钱，我就没有启动资金，如何能在比试中赢过你？滚蛋！别来烦我！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！滚蛋！别来烦我！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！王总，情况您也知道了，现在人命关天，能不能借我4000万，让我去救人？这个高先生，我也想帮你，可是我爱莫能助啊。王总，您可是地产大亨，4000万您不可能拿不出来的，求求你，哪怕算高利息呢？高先生，这可是4000万，如果您失去了首富继承人的资格，别说本金，就连利息您都还不起，何必呢？还得起，只要救了黎林和柳倾城，他们会给你钱的，还会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不去救，有1%的可能赢得继承权；你去救，继承权就彻底与你无缘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给了钱，绑匪还是撕票了呢？算了吧，高先生，你四处借钱，不如想想怎么赢下继承权。在我眼里，再多的钱也没有他们的命重要。高先生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呀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最近集团流动资金紧张，你说我不能为了救人，让我的集团陷入债务危机吧？高先生，还是请回吧。哟，这不是首富继承人吗？找我干嘛？难不成是你后悔了，想跟我共度良宵？可惜啊，我已经看不上你了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有屁快放！别打扰老娘睡美容觉。陈美林，你应该知道，你之前做的事，我完全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你会彻底失去陈氏，可我没有，否则你不会安稳的坐在这儿。现在，能不能帮帮我，借我4000万，让我去救人？没想到啊，咱们滨城的首富会找我这个小老板借钱。你说的是有那么几分道理，我是应该帮你这个忙。多谢陈总施以援手，此事过后我们一笔勾销，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不愿意。钱我会尽快还你的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愿意。那2个贱人死就死好了。以前我上赶着倒贴你，是因为你是首富继承人。现在呢，你不过是一个臭卖瓜的罢了。你赢不了高文渊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都知道了，难道你忍心眼睁睁看着4条人命逝去？关我屁事！他们死了，我正好吞并他们的业务，岂不是更好？这是4条人命，您就当是做善事，行不行？算我高文相求您，日后我若有翻身之日，定当10倍报答。翻身之日10倍，醒醒吧，高文胜！现在看来，高文渊才是值得投资的那一个，毕竟他知道人命和上千亿哪个更重要。滚吧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居然如此势利，简直不配当人！哟，你不是忙着去救人吗？怎么有心情来我这儿？绑匪的最后期限快到了，求你借我点钱。求我？你高文胜为了那几个贱人来求我？你不是很有骨气吗？你不是很有能力吗？现在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来求我了？我知道你痛恨我，你看爸妈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
我求求你，我可以放弃继承权，给你当牛做马。哈哈哈哈哈！放弃继承权，给我当牛做马。高文胜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的一切早就被我踩在脚下了，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，连给我当条看门狗我都嫌你脏。再说了，你说放弃就放弃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？你要如何才肯借我？你说放弃就放弃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？你要如何才肯借我？我要让你放下你好不容易得到的尊严，跪下求我，让我看看你的态度。你看看你，多像一条狗啊！让你下跪就下跪，很像我那时候求爸妈不要抛下我的时候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但是我看见他们的表情啊，是欣喜，因为他们有钱给你治病。我没有资格评价父母，我为之前的事情感到抱歉。现在可以给我钱了吧？钱？什么钱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跪下就给你钱了？你这样，你爬过来，舔干净我的鞋，我就考虑赏你点买纸钱的钱，让你去给那几个贱人收尸。高文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让你去给那几个贱人收尸。高文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怎么，不愿意？那就滚，别在这儿脏了我的地方。他们死了正好，黎林、柳青城那种自命清高的贱人，还有邢菲菲和赵海峰那两个蠢货，死了清净。哦，对了，看到你现在这样痛不欲生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，这才是我赢得这场比试最大的乐趣。哈哈哈！记住了，你永远欠我的。高文渊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他们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吗？人性？你这种下贱的胚子跟我讲人性？滚吧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找个狗洞，好好见证我赢得比试、继承了遗产的时刻吧。高文渊，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曾几何时，我真的有了错觉，我继承了亿万的遗产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以为苦了半辈子，老天终于眷顾我了，到头来发现，自己还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文胜哥，我都知道了。现在你更需要振作起来，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呢。你要是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可怎么办呢？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我把奶奶留给我的金镯子，还有妈妈给我买的项链都卖了，还有我攒的工资，这个月的生活费都在这里，只有10万块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露露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不能要你的钱。露露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不能要你的钱。文胜哥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和李总都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你别担心，刘总和李总一定会没事的，我陪你一起想办法，钱你先收下吧。这是你所有的积蓄啊，你怎么？钱都是死物，没了咱再赚。李总、刘总还有我表姐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，是人命啊！我知道这点钱连赎金的零头都算不上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扛着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谢谢，文胜哥，别放弃，刘总和李总肯定还等着你呢，还有时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都安静点，再挣扎弄死你们！哟，首富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都安静点，再挣扎弄死你们！哟，首富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以为你放弃他们几个，看来你还是舍不得这几个娘们儿。不过首富大人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暂时拿不出多少钱来，我也能理解，那就选个救吧。不知道您这边准备了几千万，够救几个人呢？钱呢？你敢耍我？这是4000万，这里连他妈50万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不敢撕票？我不是来赎人，我来是希望你们能多给我宽限几天。这些钱是我所有的钱，我不求你放了他们，只求你多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凑齐4000万。说什么？宽限几天？你以为老子这是菜市场吗？允许你讨价还价？不，当然不是，只是这是我短时间能弄到的所有钱了。一共43万7600块5毛，全都在这儿了。我发誓，再给我3天。
我一定凑齐4000万，我用我的命担保。你的命值几个钱？不过这2个小妞倒是有点姿色，你要是愿意让我和她们睡一晚，我可以宽限你2天，如何？不行，不行，那就是没得谈喽。既然没得谈，那就不谈了吧。撕票。不行，那就是没得谈喽。既然没得谈，那就不谈了吧。撕票。不要，住手！怎么想跟他们说最后句话？我来给你们当人质，只求你们多给我宽限几天，让我打电话筹钱，如何？你要的不过是钱，答应我，你能得到更多；不答应，你1分钱也得不到。威胁我？老子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威胁。不过嘛，我可以答应。真的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不过我们这儿人手有限，看管不了那么多人质。现在多了你一个，所以我决定杀掉一个，维持一下平衡。说什么？你疯了！至于杀了谁，由你决定。你说杀了谁，我就杀了谁。怎么样？我对金主的态度一向很友好的哦。怎么选不出来？我看就杀了那个女人好。据我所知，她好像和你有仇吧？不如我替你报仇。哎呀，真是很难抉择。不如听听他们怎么说吧。哎呀，真是很难抉择。不如听听他们怎么说吧。你选吧。高文胜，求求你不要选我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，都是赵海峰，是他逼我才这么做的，你别选我，别选我啊！贱人！高文胜，高哥高爷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他至始至终都是图我的钱，当时他还想着让你一辈子为邢家抱金币呢，别选我，选他，选他！文胜，别管我们了，走吧。一定要选一个吗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以为老子在跟你开玩笑？你最好快点，老子耐心可是有限的很。我数到3，你必须给我一个选择。1，走吧，文胜，别为难了。你能来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2，走啊！3，如果我一个都不选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慈善家呢，连自己的仇人都不愿意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我来帮你选吧。青城，不！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青城，不！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没事儿。刘总吓坏了吧？韩主任，你要是再不解释一下，大家可都反不过来了。恭喜你，高文胜先生，通过了考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真正的首富继承人了。你们的意思是，这只是一场你们演的戏？这只是对你和高文渊的考验吧？现在看来，是你赢了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公证处的韩风。这场测试就是由我和李总发起，都是假的，所以他们4人在绑架时，周围的群众没有人报警，王总和陈美玲也不愿意借钱给我。你们都知道真相，是假的。不过你和邢菲菲、陈美玲、程露露，还有他们4个不知道，瞒着他们4个是为了真实。而陈美玲还没等我说计划，他就把我赶出来。还记得考验内容吗？你和高文渊2人要在全世界的见证下，看看谁能完成最多的原始资金的积累，最后由大家投票选择谁能成为继承人。前面的内容其实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大家投票。我以为光有原始积累还不够，还必须要有口碑，让民众认可我。这场考验考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当一切被剥夺，当至亲至爱面临绝境时，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。这场考验考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当一切被剥夺，当至亲至爱面临绝境时，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。你选择脚踏实地，选择在绝境中不放弃希望，选择保护弱小，选择牺牲自己，甚至在以为倾城被杀害时，你敢于拼命。这些无一不证明你有担当、有血性、重情义，这才是领袖最核心的力量。作为首富，掌握着社会上绝大部分资源，他可以没有赚钱的能力，但他不能没有一颗仁爱的心，否则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就变成了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利剑。这场测试可是全球直播，你的表现已经被所有人看到，现在你是当之无愧的首富了。高文胜，经所有见证人和一致认可，你通过了终极考验。根据遗嘱，你现在正式继承高守仁老先生所有遗产，成为新的世界首富。
高氏集团董事长高文渊因涉嫌巨额职务侵占罪，被警方正式立案侦查。畜生，都是一帮低贱的畜生，竟然敢耍我！高文渊，你涉嫌巨额职务侵占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